中美对决的地点在台海，而决定胜负的关键是太阳能无人机，这话有道理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期，中国研制的大型太阳能无人机登上了外媒的热搜，因为这种型号的无人机可以连续在空中飞行几个月，可以当作近地卫星的替代品使用。但是呢，又没有卫星过顶时间短的问题。美国著名的国防专栏作家福布斯、国防新闻、外交政策等杂志的签约编辑麦克佩克指出，这款武器很有可能是中美未来爆发战争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这是基于美军干涉台海事务而出现的高烈度战场环境。在中国已经摧毁美军位于第一、第二岛链上的所有机场，美国也摧毁中国沿海机场的情况下，中美双方都缺少大型机场支持预警机、侦察机和电子战飞机起飞的机场。而由这种大型太阳能无人机可以从纵深基地起飞，进行侦察预警作业。太阳能无人机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放飞，也可以在更远的未受损的机场上运行，为战场提供可靠的 ISR 数据，以支持战争的持续运行。据报道，中国目前已经试飞的一款无人机的名字叫启明星50，它来自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也在研制同类型的产品。2017年，彩虹号太阳能无人机试飞成功。今年8月，美国空军有一架名为西风8的超大型太阳能无人机在试飞过程中坠毁。该机在南美洲、中美洲和美国西部的范围内，以2万至2万5千米的高度巡航了64天，可以说它的能力呢也是相当强悍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专家所提出的大型太阳能无人机真的能够决定未来台海战局的胜负吗？这恐怕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中国想摧毁美国在岛链上的机场相对比较容易，而美国要想摧毁中国内陆的众多机场难度非常高，因为它没有相关的武器，而它的军机要想突入中国内陆，对我们的机场发动攻击，自身的危险性也极大。何况它起飞的机场一旦被我们所击毁，它怎么返回？只能靠空中加油机为它加油，让它飞到更远的机场降落。但在这个过程中，美军的空中加油机的生存能力也会存在一系列的问题，甚至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危险。所以显然，这位美国专家所提的观点，起码前提条件就有很大的问题。不过他认为，能够在天上连续飞行几个月，高空长航时太阳能无人侦察机或者是无人中继通讯飞机，它在未来战场上的作用，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中也让我们认识到，大型太阳能无人机在未来战场上拥有重要的价值。首先，这种高空低速飞行器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相对比较强，因为它的飞行高度超过大多数地对空导弹武器系统的射高，而且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相对来讲也比较小，不那么容易拦截。而大型高空太阳能无人机可以弥补各类侦察平台的不足，充当区域范围内专用的侦察卫星使用。当然，它也可以充当通讯卫星的角色。关键是要看这类太阳能无人机它的有效载荷以及耗电量到底有多大。相比而言，高空太阳能无人机它的研发成本、制造成本相对较低，可以大量制造，这对于获取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相当重要。在发现及摧毁的年代，拥有战术态势感知优势的一方无疑将获得战场优势，特别是对拥有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解放军而言，美军想干涉台海事务原本就没有优势。如果中国在大型太阳能无人机的研发上获得突破，那么美军将会更加焦虑，因为这将极大的扩大解放军的信息作战优势。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